很多江浙沪的朋友这2天刷朋友圈都在调侃一句话：这次台风来了个寂寞，囤了满满一屋子物资，提前关好门窗，老老实实居家避险。结果风不大雨不急，白白紧张了好几天。但小编想问大家一句真心话：台风真的没来吗？还是我们被保护的太好了，好到根本看不见危险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。国际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7月11日23点20分，13级强台风巴威正面硬撞台州玉环。仅仅40分钟之后，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，转头又狠狠砸向温州乐清。懂台风的朋友都知道，这是完全违背自然规律的反常现象。正常台风一旦登陆陆地，失去海洋水汽补给，风力会快速衰减，慢慢消散。可巴威偏不，硬生生完成了罕见的连续双登陆，2次暴击陆地。你知道它的威力有多恐怖吗？登陆中心最大风速达到每秒40米，换算成时速高达144公里，比我们高速限速120码还要快出一大截。体型单薄的人站在户外根本站不稳，直接被吹得踉跄倒地。路边的铁皮广告牌、简易围栏，狂风一过直接被掀翻撕碎。更夸张的是，它的7级风圈半径足足覆盖500公里，直白点说，大半个浙江全程被台风的狂风暴雨死死包裹笼罩。很多人疑惑，凭什么它能连续2次登陆，越闯越猛？答案真的让人后背发凉。玉环和乐清之间只隔了一片狭窄的乐清湾，对于普通台风来说，这片海面或许能快速穿越，但巴威体型过于庞大，登陆第一站玉环后，核心云系根本没有完全上岸，扫过海面的短短几分钟，相当于短暂休整，疯狂补给蓄力，紧接着满血复活，2次强攻陆地。这种短时间连续双登陆的极端情况，在浙江100年防台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特例。更关键的是，这次台风最致命的威胁根本不是大家肉眼可见的狂风，台州、温州这片沿海区域本身就是台风重灾区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近一半登陆浙江的强台风全部砸在了台州地界。2004年台风重创浙江，1299万人受灾，直接经济损失181亿。2019年超强台风利奇马直接把临海古城淹成水城，仅台州一地损失就突破251亿。真正要命的从来不是大风，而是台风过后的次生灾害：山洪爆发、山体滑坡、城乡内涝，破坏力比狂风暴雨还要恐怖10倍不止。而且今年情况格外特殊，浙江刚过完梅雨季，整片土地吸饱了雨水，土壤含水量彻底饱和，地基松软，山体脆弱。本次台风局部累计降雨量更是飙升至800毫米。接近1米深的降水从天而降，一旦防御疏漏，山洪、滑坡、积水倒灌随时可能集中爆发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也正因如此，浙江才果断开启了最高规格的顶格防御。很多人不解，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吗？停课、停工、停运，地铁避险，全员居家，看起来阵仗极大，最后却风平浪静。但我想说，这从来不是小题大做，这是浙江用几十年血泪教训、100亿级损失换来的保命准则。巴威登陆前，浙江全省直接拉响1级应急最高响应，省委领导坐镇指挥，各地市长连夜部署，发出年度1号指挥令，提前转移群众超170万人。仅温州一市就安全转移111万人，全域开放1.9万个避灾安置点，每一个点位都备足72小时完整生活物资。全省渔船全部归港避险，全域关停高危区域，从城市到乡村，从企业到校园，一步到位筑牢所有防线。那句老生常谈的话，宁可10防9空，不可10防1失，这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，是无数灾难换来的保命真理。这一夜最动人的从来不是风平浪静的结果，而是无数普通人的逆风坚守。台风登陆前夕，乐清西门岛突发紧急险情，全岛断电，唯一进出道路被倒伏树木和电线杆彻底封堵，几百户村民被困岛内。最危险的是岛上控水闸彻底失灵，一旦水闸无法开启，整座村庄、万亩农田都会被洪水彻底淹没。危急时刻，党员干部、村民自发顶风冒雨上阵，围着手摇发电杆轮流急速转动，每摇50圈，水闸才能抬起微不足道的1点高度。整整1个多小时，众人轮番接力，双手摸出血泡，累倒发麻，只靠着最原始的人力，死死守住了村庄的安全。电力抢救队伍连夜冲锋，打通受阻道路，运送大功率柴油发电机上岛，在台风登陆前完成极限救援。
还有杭州西湖边，深夜狂风刮倒大量行道树，凌晨5点还有风雨肆虐。网友拍下倒伏树木的画面，仅仅3个小时后，路面清障全部完成，道路恢复畅通，干干净净，仿佛台风从未来过。深夜的街头，交警通宵巡逻排线，环卫工人凌晨全员上岗清障，社区干部逐户排查独居老人、危房住户，电力人员提前巡检数百条线路，守住万家灯火。很多人早上醒来，开窗风平浪静，出门道路畅通，就调侃台风来了个寂寞。但真相是，不是台风没有破坏力，是你在安稳熟睡的深夜，无数人替你挡住了狂风，扫清了危险，扛下了所有风险。所谓的岁月静好，风平浪静，从来不是理所当然，是无数人通宵坚守，默默付出，把所有危险隐患提前清零，把台风的痕迹悄悄抹去。这份藏在风平浪静背后的守护，才是最让人热泪盈眶的中国力量。看完浙江的全民守护，咱们再把视线转到上海。这次台风巴威不仅横扫浙江，强势外围环流也直逼上海，直接让中国第一高楼632米高的上海中心大厦出现了肉眼可见的剧烈摆动。很多网友拍到现场画面，高楼上空风云翻涌，气流狂暴，大厦顶部的镇楼神器大幅摆动，画面震撼到让人揪心。很多人看完视频都忍不住发问：几百米的超高层大楼在台风天晃得这么明显，真的安全吗？不会晃塌吗？要知道，上海中心大厦高度632米，世界排名第2，中国排名第1。矗立在软土地基的浦江岸边，随便一场大风都会引发晃动，更别说13级台风的强势冲击。但小编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，它晃得越厉害，反而越安全。很多人不知道，上海的地质条件堪称基建噩梦，整片城区位于江河三角洲，土质全是松软粘土，地下水位极高，地质结构复杂，就像在一片软乎乎的海绵上盖摩天大楼。正常情况下，超高层建筑极易沉降、倾斜、受风损毁，难度堪称地狱级。但中国基建团队硬生生突破极限，用无数黑科技让这座超级大楼屹立多年，无惧每一场超强台风。首先，它最出圈的王牌就是位于583米高空、重达1000吨的上海汇演阻尼器，也是全网公认的镇楼神器。很多人以为阻尼器就是简单的配重铁块，那就太小看它了。这是全球首创的电涡流摆式吊斜质量阻尼器，技术远超传统液压阻尼器，完全是降维打击。它的工作原理特别好理解，就像人体的平衡缓冲机制。大风推着大楼向左晃动时，这1000吨重块会凭借巨大惯性瞬间向右反向摆动，大楼向右偏移，它就向左制衡，永远和楼体晃动方向相反。靠这种反向作用力，直接抵消掉43%以上的风质晃动能量，把大楼的摇摆幅度牢牢控制在安全范围内。更牛的是，它不用机械摩擦，不用液压损耗，依靠电磁感应的电涡流原理，把台风的巨大动能直接转化为热能消散，零磨损、低维护，就算断电也能正常工作，稳定性吊打台北101赛格大厦的传统阻尼系统。光有阻尼器还不够，大楼能稳如泰山，核心还有3大逆天设计，每一项都是中国工程师的匠心突破。第一个就是独创的螺旋上升外观造型，很多人觉得这个设计只是好看，造型独特，其实这是经过上千次风洞实验敲定的抗风最优解。螺旋扭转的楼体能巧妙疏导高空气流，打散狂风涡流，直接降低24%以上的风荷载，从源头减少台风对大楼的冲击力，避免风震共振损毁建筑。第二个核心黑科技是藏在幕墙里的滑移支座系统，超高层建筑遇风晃动，钢结构会轻微变形，普通刚性玻璃幕墙极易挤压碎裂，工程师巧妙设计出类似人体关节的滑移支座，分布在楼体各个受力点位。台风来袭，楼体变形时，支座可以自由滑动，开合缓冲，柔性化解狂风带来的挤压力，彻底解决了刚性结构易损毁的难题。而且团队还优化材料，调整结构布局，彻底攻克支座自锁难题，让整套缓冲系统常年稳定高效工作。
第三个压舱石设计就是大楼的核心铜体结构，就像大树的主干、雨伞的伞柄，笔直贯穿整栋大楼，牢牢统筹平衡四面八方的拉力与推力。哪怕外侧楼体受力不均、气流紊乱，中心核心筒也能稳稳兜地，均匀分散所有压力，杜绝倾斜坍塌风险，让整栋大楼结构稳固、受力均衡。除此之外，大楼的地基施工更是极简奇迹。面对松软到极致的软土地基，团队创新采用钻孔灌注桩加装底注浆技术，打下海量钢管桩基牢牢扎根地下，2000多名建设者轮班通宵，19台泵机，450辆搅拌车不间断作业，连续奋战63个小时，一次性浇筑6万立方米混凝土，创下民用建筑单次浇筑的世界纪录，硬生生在软土地基上筑牢了超级大楼的磐石根基。纵观全球，很多超高层建筑都惧怕极端台风天气，共振、晃动、损毁问题频发，而上海中心大厦靠着全套自主研发的黑科技，实现了真正的稳如泰山。这次巴威台风过境，大楼阻尼器大幅摆动，从容卸力，稳稳扛住13级狂风冲击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它让我们明白，中国超级工程从来不是徒有其表的网红地标，而是实打实经得起极端天气考验的硬核实力，既有仰望星空的震撼颜值，更有脚踏实地的中国地气，这就是中国基建的顶尖水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